我只是在现实中做了一个历史讲坛，可画面却出现在了各个朝代的天幕之上。就在所有古人抬头看天，感到好奇之际，一道洪亮有力的声音突然从天幕中响起：“你想当皇帝吗？”不同时期的皇帝们对于这句大逆不道的话极其生气，居然敢说这种话，不想活了！这是在挑战皇权。皇帝的下一任只有一个人能决定，那就是皇帝。我只是对着台下的学生笑道：“想当皇帝的举下手。”话音刚落，台下齐刷刷举手。老师，这还用问吗？必须想啊！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可是男人的终极梦想。就是，我要是当了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全天下取消英语考试，谁敢说我不及格，我就诛他9族。肤浅。要是让我穿越成女皇，我就养一堆面首，天天看他们宫斗，谁长得帅我就宠谁，那种感觉想想都爽。在他们眼里，皇帝这个词代表着无法无天的特权。然而在平行时空的另一端，这番对话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震荡。秦朝咸阳广场死一般的寂静，那些黑甲瑞士以及文武百官此刻全都脸色惨白，冷汗直流。在他们的认知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神。取消考试，诛9族，这是何等荒谬之言！皇权岂是儿戏？后世子孙竟将朕的地位视为享乐之所，放肆，简直放肆！女子安敢如此妄言？这是哪个朝代的刁民？朕要诛他的9族！彪儿，你听听啊，这就是咱大明以后的百姓，一个个想当皇帝想疯了，还不上朝？咱天天5更起，半夜睡，这帮兔崽子竟然想当昏君！朱元璋出身贫苦，最恨贪官污吏和游手好闲之徒。听到有人公然宣称要当昏君，他恨不得给那学生每人赏一顿廷杖。我敲了敲黑板，示意大家安静。很好，大家都想当皇帝，理由无非是权力最大，钱最多，没人敢管你。在你们甚至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皇帝是食物链的顶端，是整个历史游戏中唯一的通关赢家，对吧？难道不是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我的，我想干嘛就干嘛，这还不爽？作为历史系的讲师，今天我不跟你们讲什么仁义道德，也不讲什么君权神授，我们用现代风投的逻辑来给皇帝这个职业做一次 IPO 路演分析。切，老师你别吓唬人，能有多危险？大不了就是被毒死呗，那也爽了一辈子了。既然你们这么自信，那我们就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称帝起到清朝灭亡，有名有姓的皇帝共计400余位，其中生卒年可考的200多位皇帝中，平均寿命只有39.2岁。39岁，朕今年已经40有9了，难道朕已经活过了平均数？不，这不可能！朕的大秦是要万世永传的，这妖人竟敢诅咒朕，胡言乱语！朕要杀了他！照朕那样的。这还只是平均数，如果剔除掉几个超长待机的个例，这个数字还会更低。同学们，你们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7岁，也就是说，当皇帝意味着你的生命直接打5折。更可怕的在后面，在这些皇帝中，死于他杀、自杀、被逼退位后不明不白死亡的非正常死亡率高达4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你坐上那把椅子，你就有1半的概率会被你的儿子、你的老婆、你的兄弟、你的叔伯，甚至是你身边的太监用刀砍死、用毒酒灌死、用枕头闷死等等。你们觉得职场内卷很痛苦，那是你们没见过皇权内卷。在现代，你工作做不好，老板最多开了你，但在那个位置上，你 KPI 不达标，甚至你太达标了，等待你的只有2个字。这一刻，万籁俱寂。现在学生们面面相觑，刚才的热血稍微凉了一点，而古代的皇帝们却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因为我说的每一个死法，他们都太熟悉了。兄弟，儿子，刀砍死，原来这是1半的概率吗？老师，那是以前医疗条件不好吧？而且总有做得好的啊，比如秦始皇，那可是千古一帝，总不能也这么惨吧？算这后生还有点眼力，朕横扫6国威加海内，岂是那些庸主可比？朕的命由朕不由天，陛下神威，自当万寿无疆，福泽万世。秦始皇，既然这位同学提到了嬴政，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具体的企业案例拆解。我们将大秦帝国看作一家刚刚完成暴力并购、成功上市的超级集团公司秦氏集团。嬴政作为这家集团的创始人兼 CEO， 他的履历确实漂亮，并购6家竞争对手，统一市场，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从商业角度看，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这后生虽然词汇怪异，但听得出来是在夸朕。没错，朕就是那个什么超级 CEO。但是如果我们看财报，这家秦氏集团的运营状况简直就是灾难级别的烂摊子。首先是创始人的工作强度，史书记载，嬴政每天要批阅奏章120斤，注意是竹简，换算成字数，每天至少阅读几10万字。
而且没有任何双休节假日，这哪里是当皇帝？这分明是顶级社畜，是全世界最高级的打工仔。比996还狠，这是007啊！不仅如此，这家公司的内部管理极其高压，严刑峻法，动不动就肉刑连坐，这意味着员工百姓的离职率、造反率极高。嬴政自以为用恐惧可以管理一切，但他忘了高压之下必有反弹。最致命的是传承机制的崩盘。嬴政在这个位置上，为了公司的上市和扩张，透支了所有的精力。他一心追求长生，追求万世基业，结果呢？秦朝二世而亡。你说什么？二世而亡？不可能！朕的大秦要传之万世，朕有扶苏，朕有蒙恬，朕还有30万长城军团，怎么可能二世而亡？而且这位千古一帝的结局极其讽刺。他死在第5次巡游的路上，尸体发臭了，都没人敢发丧。为了掩盖尸臭，他的贴身秘书赵高和丞相李斯竟然在车队里放了一堆鲍鱼。一代祖龙死后与鲍鱼为伍，被自己的亲信背刺，遗诏被篡改，长子被赐死，幼子被傀儡。同学们，这就叫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人死了，钱没花完，公司还被败家子3年败光。如果你是嬴政，在那个充满鲍鱼腥味的车厢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你会觉得爽吗？你还会觉得这笔买卖划算吗？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咸阳宫。因为我描述的细节太具体了，巡游、赵高、李斯、尸臭，甚至连他最近身体不适这一点都对上了。鲍鱼掩盖尸臭，赵高、李斯这后生说的可是你们的心里话。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微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天日可表。此乃妖人离间计，妖言惑众啊！陛下，现在还有人想去当这个秦始皇吗？很好。既然大家对创业型皇帝秦始皇没兴趣了，那我们换一个类型。既然创业太累，那我们去当个富二代怎么样？比如汉武帝刘彻，国库充盈，兵强马壮，这总该爽了吧？这妖人难道又要开始算朕的账了？在谈论汉武控股之前，我们必须先彻底清算一下秦氏集团留下的最后一点坏账。刚才有同学说秦始皇修长城、筑驰道是功在千秋，这话没错。从宏观历史看，这是伟大的基建。但如果我们切回到当时的财务报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就是大秦帝国的现金流。朕修长城乃是为了防备匈奴南下，护我华夏子民，此乃万世之功。这后生只知算计金银，安知朕的良苦用心？防备匈奴好借口，但大家知道成本是多少吗？修建长城动用了近100万劳工，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20。这意味着每20个人里就有1个被拉去搬砖，而且这不仅仅是人力成本，在这个工程中，死亡率保守，估计在30%以上。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你们以为那只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吗？那是无数个破碎家庭发起的集体诉讼，是民怨沸腾的具象化。孟姜女哭倒的不是城墙，是秦帝国的信用评级。嬴政以为他在修一道防御外敌的墙，实际上他是在用百姓的尸骨修一道隔绝民心的墙。当一家公司的核心资产人民被过度损耗，当所有的现金流赋税都被无效基建吞噬，当 CEO 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而透支了未来50年的国力，崩盘就是唯一的结局。陈胜吴广的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破产清算的法院传票罢了。汴阳宫外雷声滚滚，嬴政脸色惨白如纸。他引以为傲的长城，他是为荣耀的功绩。那些跪在地上的文武百官突然发现他们的眼神里除了恐惧，似乎也多了一丝疲惫。原来朕真的错了吧？好了，秦朝的破产案例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汉武控股的 IPO 路演。败家子，朕乘文景之治国库充盈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朕开疆拓土扬我国威，何人敢说朕是败家子？汉武帝刘彻接手这家公司的时候，简直是天胡开局。他的爷爷汉文帝父亲汉景帝，那是出了名的抠门老板，连穿的龙袍都是旧的，想修个露台都舍不得花钱。这爷俩辛辛苦苦攒了60年的钱，国库里的铜钱多到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到发霉，这简直就是天使轮和 A 轮投资人给刘彻攒下的一座金山。他觉得钱攒着不花那是傻子，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打匈奴，这当然没错，反击侵略者是正义的。但是由于缺乏成本控制意识，这位富二代 CEO 的烧钱速度堪称人类历史之最。打仗要马，汉朝缺马怎么办？买洋抢。为了几匹汗血宝马，他能派几万大军远征大宛，一来一回死伤过半，军费花了几亿钱，就为了换回几十匹马重。这叫什么？这叫为了喝一口牛奶，杀了一整个牧场的牛。那是天马是国之重器，有了天马，我大汉骑兵才能改良马重，才能追上匈奴。这庶子懂什么战略，懂什么长远？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洗地，说这是为了战略。好，那我们算算账。汉武帝在位54年打了44年的仗，
到了晚年，国库空了，曾经堆积如山的铜钱和粮食全没了，不仅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搞钱，他干了什么？盐铁专营就是把最赚钱的生意全部收归国有垄断经营。这虽然增强了中央集权，但也扼杀了市场活力。最绝的是告去令，这简直是历史上最无耻的抢劫政策，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谁家有钱没交税，举报者可以分一半家产。一时间，全国上下全是告密者，中产阶级几乎被一网打尽，商贾破产，百姓赤贫。这哪里是治理国家？这分明是杀鸡取卵，是竭泽而渔。同学们，如果你们生活在汉武帝晚年，你们大概率不是在战场上当炮灰，就是在家里被邻居举报私藏了100块钱，然后被官府抄家。我操，互相举报分家产，这也太黑了吧！我还以为汉武帝时代大家都挺有钱的呢，这简直是地狱模式啊！朝廷要推行告民令了，财产要充公，还要流放边疆。长安街头百姓们惊恐地看着天空，不少富商更是吓得瘫软在地。朕只是为了打赢匈奴。刘彻的声音低了很多，像是在试图说服自己，如果不打赢大汉子，民就要被匈奴蹂躏。朕是为了大汉。是为了大汉，还是为了你的面子？如果仅仅是花光了钱，汉武帝或许还算是个有缺点的英雄。但作为一个独裁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可避免地患上了一种职业病——权力被迫害妄想症。到了晚年，这家汉武控股的公司内部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CEO 老了，开始变得多疑暴躁，不可理喻。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他，所有人都在觊觎他的位置。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家庭伦理惨剧发生了——巫蛊之祸。巫蛊那是宫廷禁忌，谁敢在朕的眼皮底下搞这个？同学们试想一下，你是一个父亲，你有一个培养了30多年的儿子，他是你的太子，宽厚仁爱，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皇帝，你也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但是当你老了病了，看着年轻力壮的儿子，你不再觉得他是希望，你觉得他是威胁。于是因为几个奸臣的诬陷，因为几个埋在地下的木头人，你相信你的儿子在诅咒你，你逼得你的儿子不得不发兵自保，最后兵败自杀，你的孙子也死了，你的皇后，那个曾经陪你走过几十年的卫子夫，最终绝望自杀，数万人因为这个案子被牵连处死，半个长安城血流成河，杀妻杀子杀孙。这就是汉武大帝晚年交出的答卷。当他站在空荡荡的宫殿里，看着满地的鲜血，他赢了吗？他输得一干二净。他亲手斩断了自己的血脉，亲手摧毁了自己的接班人团队。巨儿，儿臣不敢，儿臣绝无此心啊，父皇。朕杀了巨儿，逼死了子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朕怎会如此糊涂？朕怎会如此残暴？这是妖言，这是离间朕骨肉亲情的毒计！天哪，杀妻灭子，这皇帝当的有什么意思？最后不就是个孤家寡人吗？是啊，这就是孤家寡人的真正含义。权力的巅峰是绝对的孤独，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是你的亲人，所有人都是你的假想敌。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风险、家破人亡、众叛亲离、断子绝孙，死后还要被骂几千年，爽了几十年，可能还没爽到，因为大部分时间在批奏章和打仗。现在还有人想当汉武帝吗？没人说话了。其实汉武帝自己最后也后悔了，后悔，朕后悔了。在他临死前的2年，他站在轮台看着满目疮痍的国家，回想起死去的儿子和妻子，他终于醒了。他下了一道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最己诏轮胎诏。一个皇帝向全天下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是狂悖，承认自己让百姓愁苦，这是何等的悲凉，又是何等的否。赐他赢了匈奴，却输了人生。朕错了吗？巨儿，朕不杀你，朕绝不杀你。秦皇汉武，一个创业破产，一个晚年崩盘。看来这2位大佬的职业生涯都不太让大家满意，那我们换一个更完美的样本。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差评，被尊为天可汗，文治武功都达到巅峰的男人——唐太宗李世民。如果说秦皇是暴躁的创业者，汉武是败家的富二代，那么李世民就是一位顶级的全能型产品经理。他不仅能打军事天才，能管贞观之治，还特别擅长做公关纳谏修史。从数据上看，他的 ROI 投资回报率简直高得离谱。看来后世对朕的评价尚可。这产品经理虽不知何意，但听起来应是褒奖。哼，陛下圣，德光照千秋，后世自然敬仰。但是这2个字一出，李世民的心脏猛地一抽。他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个。但是李世民的一生都在为一个巨大的污点买单。为了洗白这个污点，他甚至变成了一个重度强迫症患者。你知道玄武门之变吧？知道，杀兄逼父吗？对，杀兄逼父。玄武门那天，他亲手射死了大哥李建成，又让人勒死了弟弟李元吉，然后他满身是血地站在他爹李渊面前。史书上写的好听，叫高祖骇然，其实说白了就是逼宫。那一刻起，李世民就患上了严重的合法性焦虑症。合法性焦虑，
这个词太精准了，精准到像是一根毒刺，直接扎进了他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是的，他焦虑恐惧，他怕午夜梦回时看到兄弟的索命冤魂，更怕史官手中的那支笔将他写成一个篡位的逆贼。而且天道好轮回，李世民开了暴力夺权的坏头，这就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继承制度彻底崩坏。既然爸爸可以杀哥哥上位，那我为什么不能杀爸爸？李世民晚年，他的儿子李承乾造反了，他最爱的儿子李泰也对他虎视眈眈，最后他只能把皇位传给看起来最老实的李治。他看着儿子们自相残杀，是不是像极了当年李渊看着他和李建成厮杀？这就是报应，是权力的诅咒。承乾，泰儿，朕到底做错了什么？朕只是想救这天下，若是建成上位，大唐必乱。朕是为了苍生，为什么还要报应在朕的儿孙身上？听你这么一说，感觉他就是个一辈子都在赎罪的可怜人。可怜，或许吧，但在权力的游戏里没有可怜人，只有幸存者。那么秦皇汉武唐宗这3位历史顶流我们都分析过了，一个累死，一个毁死，一个吓死心病。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更极端的案例，一个从乞丐做到皇帝，创造了逆袭神话，却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变态管理制度的男人。如果说前几位还是在搞公司治理，那么这位直接把大明帝国变成了一座高压监狱。监狱？咱倒要看看你这后生狗嘴里还能吐出什么象牙来。若是说的不对，咱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剥了你的皮，填上草。朱元璋明太祖这位老板的创业故事可以说是全中国最励志的底层逆袭史。开局一个碗，结局坐江山，从要饭的乞丐到大明帝国的董事长，这中间跨越了多少阶层？这是奇迹。但也正因为他是底层出身，他比任何皇帝都更了解人性之恶腐，也比任何人都更缺乏安全感，所以他设计了一套人类历史上最严密的监控系。锦衣卫现在的公司顶多是在你电脑上装个监控软件，看看你有没有摸鱼。朱元璋不一样，他直接把监控装到了大臣的卧室里。大明文臣之首宋濂请客吃饭，第二天上朝，朱元璋笑眯眯地问他昨天喝的什么酒，吃了什么菜，请了哪些客。宋濂如实回答。朱元璋很高兴说没骗我，然后拿出了一张图，上面画着宋濂昨天吃饭的座次，连桌上的菜色都画得一清二楚。我操，这哪里是上班，这是在演楚门的世界吧？这老板太可怕了。这还算温和的，对于那些贪污的不听话的，朱元璋发明了剥皮食草，把你皮剥下来，里面塞上稻草，最后做成标本立在衙门门口，让你的继任者每天上班第一眼就看到前任的仪容。同学们，如果你们入职这样一家公司，老板24小时监控你，动不动就要把你做成标本，薪水还是历史上最低的，你会怎么做？辞职。在大明辞职是不被允许的，你敢辞职就是不给皇上面子，结局还是死。这就是朱氏高压监狱，进得去出不来，干得好是本分，干不好是死罪。咱杀贪官是为了百姓，那些当官的哪个屁股是干净的？咱不杀，大明就要亡。群臣跪了一地，瑟瑟发抖，他们太懂那种恐惧了，因为他们现在的感觉就跟我描述的一模一样，每天上朝都像是去刑场。天幕下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金色对话框，悬浮在各个朝代的皇宫之上，讲师观点犀利，是否进行打赏或提问？打赏？这天幕还能送礼？既然这个后生如此大胆，咱若是能让他闭嘴，或者让他说点好听的，岂不是能挽回咱的面子？来人，把咱最喜欢的大红袍拿来，还有去内库挑一块上好的和田玉璧，给咱赏给他，告诉他若是再敢胡说八道，咱虽然够不着他，但也能让他知道大明天子的威严。随着朱元璋的心念一动，那块价值连城的玉璧和一罐极品茶叶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一道金光，直接钻进了天幕之中。所以说朱元璋的心理状态其实是典型的。突然讲台上方的空气出现了一阵诡异的扭曲，一块温润剔透的玉璧和一罐用明黄绸缎包裹的茶叶凭空出现在了讲桌上，全班瞬间安静了。老师，那是啥？你变魔术呢？后生嘴下积德，这欲赏你，给咱大明留点面子。原来不是我在讲单口相声，看来我们的朱董事长正在看直播。同学们，刚才是特效互动，这是我为了增加课堂趣味性特意准备的魔术环节，但只有我知道，这真的是来自明朝的榜一大哥的封口费。朱老板，你的礼物我收到了，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审计师，收了礼就不查账，那不是我的风格。既然你这么在意面子，那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就更得好好讲讲了。反了，这哪里是神仙，这分明是无赖！咱的玉璧啊，原来可以用宝物与此人沟通。快去把朕的随侯珠拿来，朕要问他大秦究竟为何2世而亡，还有那长生之药，后世到底有没有？赏给朕赏！朕要问问他，朕的巨儿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办法改写结局？只要他能救巨儿，朕把未央宫赏给他都行。此人懂人心，懂后世之理，
朕不想听别的，朕只想知道，在后世人眼中，朕究竟是不是个好人？既然朱老板这么客气，那我们先把他的账本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李世民的合法性焦虑，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李二凤同学心里肯定很难受。这是我小时候的小名，这后生怎么什么都知道？其实李世民的痛苦源于他太想做一个完美偶像了，他杀兄逼父，这是事实，在古代儒家伦理中这是死罪，所以他拼命干活，拼命对百姓好，就是为了用业绩来掩盖原罪。但是李二凤，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后世的人根本不在乎你是怎么上位的？不在乎？怎么可能不在乎？朕杀的是亲兄弟啊！同学们，你们在乎李世民杀了他哥哥吗？不在乎啊，成王败寇吗？而且李建成要是有本事，他也可以杀李世民啊。关键是李世民当皇帝当得好啊，天可汗也，万国来朝耶。我要是活在唐朝，我也选李世民。就是李建成那种勇才，真让他当了皇帝，估计唐朝没几年就完了。听到了吗？这就是1000多年后百姓对你的评价。我们不瞎，我们看得到贞观之治的繁华，看得到你释放宫女、削减赋税的仁政，看得到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觉悟。所以别焦虑了，你的皇位是你凭本事打下来的，也是你凭业绩坐稳的。你不仅是合法的，你还是 TOP 1。自从玄武门之变的那天夜里开始，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怕黑怕鬼怕史书的唾骂，他以为自己永远是个罪人。观音碧，你听到了吗？他们说朕是 TOP 1，朕没有给李家丢脸。妾身听到了，后世之人懂你，这比什么都强。好了，李世民的心理辅导结束，接下来我们得回过头来，好好聊聊刚才那位榜一大哥朱元璋。刚才朱老板送了我一块玉，让我给个面子。我把玩着那块玉璧，似笑非笑，但很可惜，历史是客观的，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我们继续说大明这家公司。朱元璋觉得自己精力无限，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他嫌宰相分权，嫌中间商赚差价，于是干脆把宰相制度废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家拥有几千万人口、疆域辽阔的超级帝国，所有的决策权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这叫扁平化管理的极致，听起来很高效，对吧？没有中间层 CEO 只管一线，但问题是 CEO 是肉做的，不是 AI。朱元璋每天要看几百份奏章，处理几百件事，哪怕是村头张大妈的猪丢了，这种事都有可能呈到他的案头。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 CPU， 而且是一核单线程的，试图运行一个庞大的操作系统，结果就是过载。他很累，每天天不亮就起批奏章，批到深夜，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看不清字了，但还得咬牙坚持，因为他不放心把权力交给任何人。咱累点没关系，只要大明江山稳固，百姓不受欺负，咱累死也心甘情愿。你愿意累死那是你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子孙后代怎么办？你的继承人有你这么好的体力吗？有你这么高的智商吗？有你这么变态的控制欲吗？当你这台超级 CPU 报废了，换上来一个低配版的处理器，比如你的孙子朱允炆，或者后来的那些奇葩皇帝，面对这庞大的数据流，他们唯一的下场就是死机。所以明朝中后期，皇帝们纷纷开始罢工。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嘉靖皇帝天天修仙炼丹，天启皇帝躲在宫里做木匠。为什么呢？因为这套制度根本就不是给正常人设计的，只有像朱元璋这样的超人才能勉强运转。正常人坐上去，要么被累死，要么只能选择逃避，把权力交给太监。于是大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奇葩的景象——太监治国。太监阉术，咱最恨的就是太监干政。咱立了铁牌，太监不得识字，不得干政。后世子孙谁敢用太监，咱杀了他。而且按照我的逻辑，这恰恰是因为他废除了宰相，导致皇帝干不过来，才不得不依赖太监。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是他亲手种下的因，结出的恶果。除了管理制度的崩坏，朱元璋还搞了一套极具封建农家乐特色的薪酬体系。朱元璋小时候饿怕了，所以他规定，只要是老朱家的主，生下来国家就养着，不用干活，不用交税，按人头领工资，生的越多领的越多。但朱元璋忘了算复利，第一代几个儿子养得起，第二代几十个孙子也还行。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朱家子孙繁衍到了几十万人，这几十万头只吃不干的猪，吃掉了大明朝1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河南、山西等地的赋税甚至不够养活当地的王爷，百姓饿得一子而食，王爷们却在王府里用珍珠煮粥。国家的血液被吸干了，军队发不出军饷，最后李自成进京，这些养尊处优的王爷像猪羊一样被屠杀殆尽。朱元璋，你以为你在爱你的子孙？不，你是在喂毒药。你亲手制定了一套寄生虫养成计划，最后把你的大明吃的只剩下一具空壳。几十万寄生虫吃空大明，咱真的错了吗？边儿那后生说的是不是真的？咱是不是害了大明？朱老板，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这就是历史的复盘。作为全能短剧的导演，我必须告诉你剧本的结局。只有知道了结局，你在这个平行时空里才有机会改戏。
好了，今天的帝王 IPO 分析上半场到此结束，下节课我们将进入更刺激的环节——万朝会审。下课。传令停止炼丹，赵李斯，朕要修法，朕要立宪，朕要搞那个什么风险风投，废除告警令，罪己诏提前下。从今天起，太子建国，朕要学着当个天使投资人。膘传旨削藩，把那帮兔崽子的俸禄给咱砍了，谁敢不服，让他来找咱。还有那个什么内阁，给咱研究研究，咱不想累死。很快，下一节课也开始了。我走回黑板前，擦掉了大明监狱。如果说秦汉是强权集团，大明是家族企业，那么大宋就是一家典型的现金流充沛，但极度缺乏安保能力的暴发户公司。这家公司的 CEO 们普遍患有一种软骨病，他们信奉的信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绝不打架，哪怕对方骑在他脖子上拉屎，只要能花钱买平安，他们也乐意掏腰包。而这种文化的集大成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宋高宗赵构。南宋的赵构抱着一只名贵的波斯猫，正欣赏着西湖的歌舞。当听到我在天幕点名手一抖，猫差点掉下去。朕怎么了？朕虽然偏安一隅，但那是为了休养生息。朕让百姓免于战火，这难道不是功德吗？官家圣明，这后世之人不懂政治，只会逞口舌之快。我直接撕开了这对君臣最后的遮羞布。赵构人送外号完颜构，这个侮辱性极强的外号一出，赵构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放肆，大逆不道！朕乃大宋天子，何来今人姓氏？这是污蔑。我们来分析一下赵构的职场操作。当时大宋这家公司面临破产重组、靖康之耻，原来的董事长徽宗和总经理钦宗都被竞争对手金国抓走了。赵构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在南方建立了新公司南宋。这时候他手下有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区域销售总监，带着团队把市场份额一点点抢了回来，甚至一度打到了竞争对手的家门口。这位总监叫岳飞。按照正常逻辑，公司有这样的人才， CEO 应该给他加薪升职，给期权，让他继续开疆拓土，对吧？但赵构不这么想，他心里算了一笔阴暗账。如果岳飞真的直捣黄龙，把金国灭了，赢回了徽钦二帝，那么问题来了，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到底写谁的名字？老董事长回来了，赵构这个现任 CEO 往哪儿摆？是退位让贤，还是当个尴尬的太上皇？对于赵构来说，皇位的安全性远远高于国家的领土完整，在他的 KPI 里，保住自己的椅子是第一位的。至于北方的半壁江山，那是可以牺牲的沉没成本。此时的岳飞正身陷京师，看着天空中那刺眼的天幕，他身上的枷锁重若千钧，但脊梁依然挺得笔直。听到我的分析，这位铁血硬汉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划过满是胡茬的脸颊。原来官家是这么想的吗？岳飞心中那一点点官家，只是受奸臣蒙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尽忠书。不知在皇帝的棋盘上，他早已是一颗必须被吃掉的弃子。于是为了防止岳飞功高震主，为了防止老董事长回归引发股权纠纷，赵构和他的 HR 总监秦桧联手策划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恶心的恶意裁员，12道金牌，1天之内12次加急命令，逼着正在前线打胜仗的岳飞班师回朝。这就像是你马上要签下1个亿的大单子了，老板突然疯狂给你打电话，让你立刻回公司填报销单，不回就开除你。等岳飞回来后，等待他的不是庆功宴，而是审讯室。韩世忠去问秦桧，岳飞到底犯了什么错？证据呢？莫须有。翻译成现代职场黑话，就是我们要优化你。操，太憋屈了！这赵构还是人吗？老师，我能穿越过去砍了他吗？我不要当皇帝了，我要去当刺客！虽然是1000年前的往事，但那种被背叛、被冤杀的愤怒，依然能点燃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而在各个时空，皇帝们的反应更加激烈。杀功臣还是在打仗的时候杀？这赵构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朕虽焚书坑儒，但对王翦、蒙恬这些大将，那是何等信任！没有他们，谁给朕打天下？12道金牌，若是在朕的大汉，岳飞早就是大司马大将军了。这等人才赵构竟然杀了他，这简直是自毁长城。咱要去南宋，咱要去剁了那个完颜构，还有那个秦桧，咱要剥他的皮，这次真的要剥皮。而在南宋临安，赵构早已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他听到了后世的唾骂，更感受到了来自秦皇汉武，甚至那个恐怖的朱元璋的鄙视与杀意。不要，朕不是故意的，朕只是想活着。秦桧更是瘫软在地，因为他看到皇宫外的侍卫们看着他的眼神里已经不再是敬畏，而是赤裸裸的仇恨。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当皇帝爽吗？如果你是赵构，你哪怕锦衣玉食活到了81岁，但你这辈子真的快乐吗？你每晚闭上眼会不会看到岳飞的血？会不会听到惊人的马蹄声？你会不会担心史书上怎么写你？被钉在耻辱柱上几千年，每一天都被亿万人唾骂。这就是赵构付出的名誉成本，这笔买卖你们觉得值吗？那种遗臭万年的代价比死还可怕。讲完了坏的赵构，我们再来讲一个蠢的。
如果说赵构是为了保命而作恶，那么接下来这位纯粹就是人菜瘾大且极度自信。朱祁镇，这是老四朱棣那一脉的吧？战神听起来还不错，难道咱大明后来又出了个能打的？朱元璋同志，请先吃一颗速效救心丸，因为接下来这段历史可能会让你想把你的棺材板掀开，爬出来清理门户。朱祁镇，明朝第6位皇帝，他20岁那年觉得自己也是个天选之子，想要效仿太爷爷朱棣御驾亲征，去打北方的瓦剌部落。本来年轻人想建功立业是好事，而且当时的大明国力强盛，有着世界上最精锐的3大营，全副武装的火器部队，这配置就算是拴条狗在指挥席上也能打个平手。但是朱祁镇做到了全军覆没。全军覆没，20万大军，3大营，那是咱大明的家底啊，全没了。不仅全军覆没，文武百官死了几十个，4朝元老英国公张辅战死，最离谱的是皇帝本人被俘虏了，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朱祁镇成了瓦剌人的阶下囚，但他心态很好，在敌营里吃好喝好，跟瓦剌首领称兄道弟，甚至还帮着瓦剌人撬开大明的城门，让人家进来抢劫。这一系列骚操作被后世戏称为北狩留学。操作也是没谁了。带路党啊，这哪里是皇帝，这是瓦剌派来的卧底吧？笑归笑，但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朱祁镇重用了一个太监王振，这个王振就是个典型的无脑微操大师，行军路线他说了算。为了让他家乡人看到他的威风，他让大军绕道，后来怕踩坏自家庄稼，又让大军改道。20万大军被他像遛狗一样在荒野里遛得精疲力竭，最后导致断水断粮，被瓦剌骑兵像切瓜砍菜一样屠杀。王振，给咱查，现在有没有这个小兔崽子？咱要碎尸万段。还有那个朱祁镇，他不配姓朱，他不配当皇帝，丢人现眼，丢尽了咱老朱家的脸。别急，朱老板，故事还没完。朱祁镇被抓后，大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北京城只有几万老弱残兵，瓦剌大军兵临城下。所有人都建议迁都南京，如果迁都了大明，就变成了南明，历史将重演南宋的悲剧。朱标也是一脸惨白，他没想到父皇最担心的太监亡国和子孙败家，竟然在一个人身上集中爆发了。但这一次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兵部侍郎于谦，他不是皇帝，但他比皇帝更有骨气。他在朝堂上怒斥迁都派，言南迁者可斩。他拥立了朱祁镇的弟弟当新皇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然后他穿着一身红袍，散尽家财，组织北京保卫战。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守住了。北京保卫战大捷，大明的国运被这个文弱书生硬生生续了命。于谦，好名字，这才是咱大明的臣子，这才是有骨气，比那个废物朱祁镇强1万倍。可惜好人没好报，后来那个留学生朱祁镇被放回来了，他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抢回了皇位复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于谦。杀了于谦，那是大明的恩人呐，那是救了朱家江山的人呐，畜生啊！老师别讲了，太治愈了。为什么好人总是这种下场？这皇帝制度真的是太烂了。是啊，太烂了。同学们，讲了这么多，你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吗？无论皇帝是英明还是昏庸，是勤奋还是懒惰，这套系统的容错率极低。遇到明君百姓能喘口气，遇到昏君就是灭顶之灾。整个天下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这就像是把全人类的核按钮交给了一个随机抽取的人，这不科学，这也不符合风险对冲的投资原则。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邀请各位大佬进行一次万朝会审。我们不谈历史了，我们谈谈未来。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保住皇室的尊严，又能避免亡国灭种的风险？有没有一种制度能让大明、大汉、大秦真正跳出这个治乱兴衰的死循环？有。各位陛下，各位老板，大家听得到吗？后生，你说的那个跳出循环之法究竟是什么？朕的大秦真的无药可救吗？朕不想再杀人了，若有良策，朕愿洗耳恭听。朕只想知道如何避免子孙相残。只要能治得了那些败家子，只要不再出朱祁镇那种畜生，你说什么咱都听。各位老板，你们最大的痛苦在于既是董事长又是 CEO， 你们拥有天下又要治理天下，这太累了，而且风险太大了。如果你们的子孙是个天才还好，如果是个傻子或者败家子，公司立马倒闭。所以我的建议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方案 A， 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制。简单来说，皇帝保留尊号、财富和荣耀，你是国家的象征，是吉祥物，是神，但是你不管事儿，谁管事呢？内阁和首相选一帮最聪明最专业的人，比如商鞅、萧何、房玄龄、于谦，组成内阁，让他们去吵架，让他们去决策，让他们去背锅。干得好是你皇帝知人善任，功劳算你的；干得不好，首相下台换一个上来，皇帝依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来，哪怕你的孙子是个弱智也没关系，因为他只需要坐在龙椅上微笑挥手盖章就行了，国家依然由聪明的内阁在运转。这不就是架空吗？陛下万万不可！大权旁落，胎儿到迟，必生秽乱。架空？
如果架空能保证大秦万世不亡，能保证不会出现2世而亡的惨剧，似乎也不是不能考虑。李斯闭嘴，听他继续说。你是说找一帮人替咱干活，干不好就杀，哦不，就赶走？这有点像咱废掉的宰相。但你说的这个内阁，好像权力更大。各位看看隔壁的大英帝国，他们的女王就是这么干的。流水的首相，铁打的女王，王室传承了几百年，依然受人尊敬，而且不用担心被砍头。这就是金蝉脱壳。你们把最危险的行政权交出去，也就把被造反的风险交出去了。百姓过得不好，只会骂首相无能，不会骂皇帝无道，因为皇帝不管事啊，这才是真正的垂拱而治。垂拱而治，这正是道家所言的至高境界。若是朕早知此法，何必每天批奏章到深夜？何必担心城前处理不好政务？也就是说，朕可以天天去打猎求仙陪卫子夫，而国库还有人帮朕管着，匈奴还有人帮朕打着，这岂不是神仙日子？可是，若是那内阁首辅权力太大，想篡位怎么办？比如那个曹操，比如那个司马懿。问得好，朱老板，这就涉及到了方案 B， 宪法与军队国家化。皇帝虽然不管行政，但由于你是国家的象征，军队名义上依然效忠于你，或者效忠于宪法。你可以保留最终否决权或者解散议会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套游戏规则宪法，在这套规则里，造反的成本无限大，而通过合法途径当上首相的收益足够高。当野心家发现通过竞选当首相就能掌握大权，他为什么要冒着灭九族的风险去造反呢？野心是可以被制度驯化的。咱不信。后生你说的好听，把权力交给内阁，交给外人。那若是这内阁首辅想造反呢？若是商贾勾结，官员架空了皇室呢？你这是把咱朱家的江山变成那帮文官和商人的盘中餐。在咱大明，商人只能穿布衣，不得穿丝绸，因为他们是寄生虫。你现在却要让资本上位，荒谬！朱老板，你的认知局限注定了大明会错过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版本更新。你以为我在跟你谈政治？不，我在跟你谈生存。朱元璋，你引以为傲的大明军队靠的是长矛弓箭，还有那些简陋的火铳，你觉得这已经很强了。但如果我告诉你，在遥远的西方有一种力量正在萌芽，这种力量一旦觉醒，你那引以为傲的100万大军在他面前就像是用纸糊的玩具。为了让各位死心，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战争推演。假设你的大明维持现状，继续搞你的小农经济，继续把商人踩在脚下。而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有一个国家，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搞了君主立宪，保护了私有财产，鼓励商人去冒险去发明。200年后，双方在海上相遇。天幕画面突变，这次是我用语言描述引发的集体幻觉，在朱元璋嬴政刘彻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从未见过的恐怖画面。蔚蓝的大海上燃挂着硬帆士兵们拿着锈迹斑斑的刀剑，而在海平面的另一端出现了一群冒着滚滚黑烟的钢铁巨兽，他们没有帆，却跑得飞快，他们的船身覆盖铁甲刀枪不入。那是什么？无帆而行？那是妖术吗？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力量。朱元璋你看不上的商人，为了追求利润，他们会去发明蒸汽机，去改良火炮，去建造铁甲舰。而你那些只读圣贤书，只会写八股文的官员，面对这些东西只会说一句奇技淫巧，然后就是国门被轰开，割地赔款，子孙被屠戮宗庙，被烧毁。你所谓的万世基业，在工业资本的钢铁履带下，连1秒钟都撑不住。朱元璋脸色惨白，整个人瘫软在龙椅上。他想反驳，想说大明无敌，但刚才那画面太真实了。铁做的船不需要风也能跑，这世上真有此物？现在没有，但只要制度允许，很快就会有。朱老板，你杀尽了功臣，废除了宰相，把百姓禁锢在土地上，严禁出海。你以为你在保护大明？其实你是在把大明变成一个封闭的各种罐头，而在罐头外面，狼群正在进化。等到狼群长出了獠牙，撕开罐头的那一天，你的子孙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彻底击碎了朱元璋的心理防线。不仅仅是朱元璋秦朝嬴政看着手中的青铜剑，突然觉得他像是个玩具。李斯，若是后世真有那等钢铁巨兽，朕的长城挡得住吗？陛下挡不住，那火炮之威恐非人力所能抗衡。变法必须变法，朕不要当罐头，朕的大秦要做那进化的狼。朕要那个，不管是什么君主立宪还是什么内阁，只要能造出那个冒烟的铁船，朕什么都答应。卫青、霍去病，你们看清楚了吗？以后别练骑射了，给朕去研究那个蒸汽机。有时候跟古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直接把加特林机枪架在他们脑门上，告诉他们时代变了，效果往往更好。所以各位，通过刚才的推演，大家应该明白了，虚君共和不仅仅是为了保住你们的皇位，更是为了解放你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限制了皇权的任性，法律才能生效；只有法律生效了，私有财产才能得到保护。
只有财产安全了，商人才敢投资，工匠才敢发明，资本才能积累，这就是国家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你是想抱着祖宗之法一起死，还是想忍痛断腕，换一个日不落帝国？朱元璋，尤其是你那个海禁政策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大的败笔。你把中国从海洋文明强行拉回了黄土文明。如果你现在立刻解除海禁，鼓励贸易，500年后世界的通用语可能就是汉语而不是英语。咱糊涂啊！咱只想着防倭寇，却没想到把路给堵死了。标儿传旨，开海，立刻开海！谁敢阻拦，咱剥了他的皮！老师，你这忽悠能力太强了，几句话就把明朝的国策给改了。这哪是忽悠，这是降维打击好吗？我有预感，历史书要重写了。别急，真正的大考还没开始呢。1793年，法国大革命协和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那是衣衫褴褛、面带狂热的平民，他们手里拿着草叉木棍，高喊着听不懂的语言，但那种情绪，那种要把旧世界撕碎的愤怒，是全人类通用的。在广场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木架子，架子上悬挂着一把寒光闪闪的三角形利刃，而在断头台下一个穿着华丽丝绸、神色惊恐的胖子，正被几个士兵粗暴地按在木板上。那是谁？看衣着，似是西方的王。路易16，法国国王，他也曾试图改革，也曾是个好人，但他醒悟得太晚，改革得太慢，优柔寡断，反复无常，最后他的人民失去了耐心。那把沉重的利刃呼啸落下，瞬间切断了路易16的脖子，那颗戴着王冠的头颅滚落在篮子里。广场上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傻君，他们为何如此恨他？你们见过刺客，荆轲见过造反陈胜，但你们从未见过这种由人民公开审判、公开处决君主的场面，那种狂热的欢呼比任何军队都让你们感到恐惧。因为饥饿，因为不公，因为路易16和他的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让百姓吃草。当百姓连草都没得吃的时候，他们就吃国王。朱元璋看着那滚落的人头，但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这刀会架在皇帝的脖子上，这就叫体面。如果你主动改革，搞君主立宪，搞虚君共和，你还能像英国女王一样坐在马车里接受百姓的欢呼，享受荣华富贵，这就叫体面的活着。如果你死守着皇权不放，拒绝分享利益，镇压民意，那么等到高压锅爆炸的那一天，百姓会帮你体面的去死，就像路易16，就像尼古拉2世，就像崇祯皇帝。各位千古一帝，你们都是聪明人，这道选择题很难做吗？是选万世一系的虚君，还是选断头台上的真君？朕懂了，受教了。与其让子孙后代在血泊中挣扎，不如现在就立下规矩。虚君或许才是保全礼堂血脉的唯一正道。罢了，朕这一生求仙问道一场空。若是能换得大汉，国祚绵长，朕手中的这点权力分出去又何妨？只要别让那断头台出现在未央宫前。好，咱就信你这一回，咱不去剥皮了，咱去立宪，但你得答应咱，这法子真能保住咱老朱家的命。只要顺应时代，人民会宽恕你们，甚至会纪念你们，因为那是文明的妥协，给华夏5000年的封建帝王们做了一次集体开颅手术。好了，下课铃快响了，这堂课是你们的最后一课，也是我的。历史的车轮已经因为你们的觉醒而发生了偏转，我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但我相信一定会比现在更有趣。同学们，还有各位陛下，记住，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勇敢者的游戏。再见。叶老师，刚才校董会打电话来说咱们学校的直播间炸了。炸了？几千万人在线观看啊，热搜爆了，全网都在讨论你的课，还有好几个博物馆的馆长打电话来问你刚才拿出来的那个玉璧是不是真的。送你了，主任，拿着它给学校盖个博物馆吧。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在刚才走出教室的那一瞬间，脑海中的那个连接各个时空的天幕系统显示了最后一条提示：任务完成，文明干涉度 SSS 级，历史线已重塑。在那片只有自己能看到的虚空中，无数条金色的丝线正在疯狂交织，那是时间线的重组，是平行宇宙的重生。